注意看，这个女人曾是圣经无数贵家公子仰慕的第一才女谢瑜，如今却徒步800里，只为将父亲的遗骨接回故乡。不料圣上一道口谕，竟将她定为拥兵擅权、抗旨谋逆的反贼，连尸骨都不准葬入大圣王土。城门仅一步之遥，可守将却百般刁难。而他的夫君此刻正十里红妆，大张旗鼓地迎娶新妇。原来这一切他早已经历过一次。前世的他含恨而终，被迫跪在仇人面前，亲口念出谢氏的3大罪状，最终等来的却是谢氏9族诛尽的圣旨。就在他与仇人同归于尽的瞬间，乾坤逆转，魂魄归来，他竟重回父亲出征前的那一天。此时父亲正向皇帝托孤，恳请陛下为独女谢瑜赐下一道婚旨，许他一个庇护。皇帝假意应允，竟拿出一道无字婚旨，让父亲写上意中人的名字。重活一世的谢瑜冲入殿内，他知道父亲此去玉阳郡就是个死局，但父亲却说：生我者父母宗亲，养我者天下万民。为了家国，那便一去不回。眼看无法阻止父亲，谢瑜便将希望寄托于这道无字婚旨。他深知自己心悦的靖王与皇帝同心，一心只想谢氏死，不堪托付。他必须利用这道婚旨，为远在玉阳九死一生的阿爹换来救命的粮草。可究竟该选谁，才能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达到目的呢？就在这时，下人来报，那个前世被他忽视、腿有残疾的景王殿下前来拜访。谢瑜心头一动，立刻前去相见。谁知前世的死敌丞相之女冯兰心早已买通他的侍女，在安神汤中下药，又故意弄脏他的衣服，拖延时间，自己则换上与谢瑜相似的衣服，企图捷足先登。画面再次回到开头，重生的谢瑜面对仇人挡路，对方还以为她是那个可以随意欺辱的贵女，竟让她跪着爬过钉床。男人仗着自己是丞相独子，御前统领，认定谢瑜不敢动他。谁知谢瑜却冷笑一声：以前我确实不敢，可惜世道变了，